我曾经有一段婚姻的经历，在5年之前吧，因为丈夫在外面就是有外遇，我们2个离了婚。我和张慧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她在她的家乡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在去年5、6月份吧，我因为到北京发展，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2个见了面，经常的沟通，这样呢，我们那个情感呢也是发生变化。他有多次嘛要生活在一块儿。我年纪也不小了，如果我要是不结婚，我家里人都这关我都过不去。现在我不愿意让男人管制着我，我更喜欢一个人生活吧。坦率的说，我倒可以等，可是等要有个时限嘛。等你真的事业有成的时候，我都多大岁数了？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你是嫌我太世俗，还是不愿意从你的文学世界里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36岁离过婚的女诗人和一个44岁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财务总监。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韩伟，44岁，来自北京，财务总监，年收入20万；女嘉宾36岁张慧，诗人，年收入2万。来，有请2位。特别爱写诗，还出过诗集，能背诵一首您写的诗吗？一轮明月，挑亮污浊的夜空，周围星星也在奏鸣。多情的风儿拉长了耳朵，把故事听。就说这一段吧。我也背一段我写的诗。女孩，迎风捧起海水，海浪撞击了她的心。女孩逆风，这我写的，你们别乐嘛。女孩逆风捧起海水，海水溅湿了她的衣裙。觉得我这首诗好还是他那首诗好？觉得他好的请鼓掌。好，谢谢。觉得我好的请鼓掌。其实都是张慧诗人的诗啊。这个为什么先从诗开始说呢？因为看过您的资料之后，觉得好像诗现在成了2个人的障碍了。是说您现在想事业先有成，然后再考虑婚姻的事儿，是吧？是。韩先生是说我已经44岁了，我等不起了。是。您要有成了，我头发都白了，是吧？对对对啊，是这个意思哈。2位怎么认识的呢？我跟张慧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对她的才气我是颇为欣赏。后来她来到北京来发展，机会不就来了吗？我也曾经幻想，如果我能有这么一个有才气的这么一个女朋友或者是妻子，那么我的生活一定很惬意。你现在她不就是你的女朋友吗？惬意吗？现在惬意是没有，惆怅很多，很惆怅啊。怎么见面之后反而不惬意惆怅了呢？她呢，既然来了北京嘛，举目无亲的，创业的初级阶段肯定比较艰难。我想我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帮帮他，或者是在生活上资助一点。对，我明白这意思，就是说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们住在一起，这多好啊！我曾经想过，是这个可以坦诚嘛？是。可是您不同意是吧？在我的这个观点里面，我是非常非常的讨厌婚前的这个同居。您就是反感婚前同居这件事儿是吧？那在你的观念里面不会有那种吧，就是所谓的好女不识二夫这种观念有吗？有这个观念。哎，张慧，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这1年多的交往算什么呀？因为我感觉咱们现在是了解阶段，就算是交往吧。什么？就算交往吧。这就是我和你，我送你礼物你拒绝，和我们在外面偶尔吃个饭，还采用这种 AA 制的这种方式的源头啊。我不能接受你给我的礼物，我接受你给我的礼物了，我在你身上就有亏欠。我们中国人啊，没有这个习惯啊。我就是请我普通的一个女同事吃个饭，我请客都不过分。那是你请别人。我起初我以为这是你们诗人的这种特有的潜质。我认为我跟你说的很清楚，假如要不 AA 制的话，对不起我。不是，最好吃一顿饭能怎么样？我问这事儿啊，张诗人，那个录完节目咱们一起吃顿饭可以吗？我请客。可以。
我可以是吧？那为什么他不可以呢？他要 AA 制呢？情况不一样嘛。哦，他对你是有企图的，是这意思哈？就是你害怕吃了他的那个嘴短。交往1年多了是吧？是。我问几个这个让诗人可能觉得羞涩和尴尬的问题，但是不能不问哈。两位拉过手吗？没有，从来没有过。两位那个，我想象过啊，我想象过，你想象过？对对对。那你们这1年恋爱是怎么谈的呢？没拉过手，抱抱有抱抱。他是这样，他在这方面确实比较怪异啊。我觉得这可能是过去有那一段不太幸福的那种生活经历有关系。你们俩谈恋爱就是吟诗作对是吧？我为了就是讨好他吧，就是在他那个资源枯竭的时候，我也给他讲一讲那个历史故事。我过去我教过历史。那你对他有那感觉吗？我感觉韩伟这个人品是还好的。我问的就是那感觉，何修走，一门回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你把他当成男朋友还是个朋友？我就是把他当做男朋友啊，你就是我的男朋友吗？是吧？谢谢。是这样啊，既然我是你的男朋友啊，我们交往也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看得到，我岁数也不小了，我们走在一起就生活在一起，啊，我觉得我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感觉真的，咱们现在是了解阶段，你说的太深了。韩大哥哈，44岁，是谈过恋爱吗？以前谈过恋爱，21岁那年的时候，我和我一个高中同学相恋嘛，当时父母不太同意，对我自己也是一个伤害。后来呢，就分手了。单位里面的领导啊、同事啊，包括亲戚朋友，都曾经给我介绍过，也没什么感觉，所以这个事情一直这么搁置着。您隔了20多年见到诗人，这感情被激发出来了。是。现在想结婚，是。问问诗人啊，怎么离的婚呢？是因为我前夫嘛有外遇了。你前夫有外遇？我可能就说是与现实吧太脱节，差距太大。因为我感觉我现在老是还是在像是那种做梦的那个年龄。我想要的就是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完美，非常非常就是整个世界都非常的美好，没有任何的玷污，没有任何的这个污点。我这人毛病挺多的，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晚上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是灵感最好的时候，我顾不上别人的感受。你像灵感来了，我要不写，假如一打扰就没了就写不出来了。实际上这些作品，你像这些诗歌什么的，有的时候我静下心来，晚上最多的时候写过36首诗，挺厉害的。那这个婚姻里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女孩。女孩多大了？8、9岁了吧。女儿多大你不知道？做妈的。现在有8、9岁了吧？到底是8岁还是9岁当妈的？2001年的。10岁，10岁。这就是诗人。我没见过这样的诗人。孩子跟谁？跟他爸爸。跟他爸爸。当时离婚的时候你没要？不是我不要，我要。你要了？我要，但是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孩子不跟我了。他说：“妈妈，你太苛刻了。”因为是个女孩子嘛，我对她要求非常的严格。实际上我前夫他对我很好的。当时离婚的时候吧，我们俩都争这个孩子，他有多次就说是请求我原谅他。他说就男人学坏呢，有时候说你也考虑考虑，是女人逼的。我这样的人，就是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我这样。我知道你可能是因为那个过去那个不太幸福的那种生活经历啊，给你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我跟你前夫绝对不一样，我十分的尊重你的选择。我说实在话，我跟你一再说过，我这个人真的是不能说是在真空中生活，因为天天活着要吃饭要穿衣嘛。可是我一直现在都是这个思想一直就是生长的一个像是一个梦幻的世界里一样。我虽然说是离过婚有过孩子，但是我感觉这个婚前的这个同居真的是你过去那个婚姻我知道，我不在乎，我不计较。我怎么做才能？你现在很好，才能同意。你现在很好，现在这样做朋友不很好？我现在很好。你们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就是1周见几次面？大约吧，能见1次。吃饭还是聊诗？吃饭AA 制。AA 制然后呢，就分开了。但也有例外，吃冰棍的时候例外啊。这一般是我请客。看电影吗？好像看过1次。
印象不深了。即便是看过，也是1年前的事。逛公园吗？几乎没有，我们也就是书店，然后就他的工作环境以及饭馆，也就这些地方。这是谈恋爱吗？是啊，这很好啊。我觉得特别扭。我现在这就问题关键。你觉得好，他觉得别扭。恋爱是2个人的事儿啊，不能都合适。我觉得就不像恋人。恋爱我感觉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依靠吧，有自己的空间。不要老停留在你那个虚幻的世界里，生活是具体的。你太心急了，我真的有点有的时候就听。1年多了，我多大岁数了？你心太急了，你这才认识多长时间？认识多长时间？相恋算1年吧。你跟你前夫认识多长时间？结的婚？不到2年吧。哦，那我还有希望，我再等1年。哥哥，你怎么像逼婚呢？这怎么行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就让专家说吧。来，真心丘比特问卷。我们那个百合网有一个经典案例，我们曾经有一对会员谈了3年恋爱，一结婚离婚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这3年恋爱就是每个星期见一面，见面就吃饭，吃完饭看电影，看完电影回家，就这样。最后其实他没有一个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相互了解。我觉得你们俩现在也有这个危险。我感觉就是人应该是简单一些。啊，我可能就说是，我们都挺简单的。啊，我也，我们44岁，我们想结个婚，我们不复杂。我们谈个女朋友，我们想抱抱她，我们不是耍流氓。不是。张慧，我想问你啊，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不结婚了？也要考虑过。假如要是韩伟这样逼我的话，我就只能是这样回答他。此时此刻，咱俩谁逼着谁呀？你要是催或者是什么，我就感觉，只能是。这个刚才我强调我的观点，给你3个选择：结婚，实在的生活，和给我一个年限。这3个我都不能给你承诺。我觉得实际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男方没有真正走进女方的心。如果你要真是特别喜欢这个男人，特别爱他，你肯定毫不犹豫你会嫁给他。王老师就是可以直白的问你一句，就是你爱他吗？还可以吧。一个男人问一个女人，对吧？你爱不爱我？那个女人说，还可以吧。这显然就不爱嘛。这个爱是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有的年轻人嘛，都是喜欢把这个爱说在这个嘴上啊，我爱你，我感觉有点。您不老，你也是年轻人。反正我说不出来。张慧，这样吧，你能给你的爱打个分吗？对韩伟的爱，0到100分，你打多少分？打70、80分吧。当年你和你的前夫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对他的爱打多少分？70、80分吧。也是70、80分。我实际上我那时候也是不是想结婚，父母他老是催嘛。现在如果你有一份70、80分的爱情，你还会选择结婚吗？我现在不想结婚，问题是。别逼了，涂磊老师。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男人要名分的这个事情。现在我就这样想，假如真有感情的话，他会慢慢的等待。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话，首先得爱他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前夫一样，当时追我的时候追的也是很紧，好像是挺那个什么，怎么？哎，要不然你跟你前夫复婚算了。我不会跟他复婚的。为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就说是再让我想这个什么回到他身边，我感觉这个烙印永远的都。他已经把恋爱当成一场革命了。那个韩先生，你不能。这种事儿，你连手都没拉，你就逼人家跟你结婚，这个做不到的。你这就是隔着锅台上炕了，你差好多步呢。真没跟他拉过手啊？确实是。那你只能是一般的朋友，不是恋爱的男。如果韩伟拉你的手，你会觉得怎么样？别扭吗？别扭。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是真的是，我感觉是很好的。其实你们都误会韩伟了。其实韩伟一点都不现实。他现实吗？他44岁的男人了，连手都没牵一下，年轻小伙子都做不到，他现实吗？他根本不现实，他依然是少男的青涩。是这样，我有过这个企图。对，但是你敢吗？你敢吗？你现在去牵一下，你敢吗？不是，他要跟我翻脸怎么办？那我这机会都在这儿呢，来，有这个机会。我跟你说，这个如果这要是真的在这儿翻了车，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就是我感觉呢哈，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啊，真的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一种这个男同志与女同志这个接触。韩伟，我听了他的说之后啊，我越来越觉得他非常希望。非常希望有一个强烈的拥抱，然后再反手给你一耳光，然后两个人特别诗意，两个人就之间的这层壁垒就碰破。韩伟，我想还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出本书，出个诗集，写个小说什么的？那倒没有。没有，那倒没有，因为我一直感觉就是好像像他那么虚幻。你是因为你一直讲，就是我对你这个张慧的这个创作也是有贡献的。我一直觉得好像你有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心愿，希望在张慧身上完成。不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是出作提供过素材，啊，当然了，很小的一部分。行，至少是一种帮助。OK， 行了，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老师们的话也说了，自己在心里掂量掂量。今天来了你们的朋友，我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我是韩伟的姐夫啊。其实刚才在这听半天呀，我也气得不行。您气什么呀？作为我这个弟弟啊，很优秀，在单位里头属于高级白领里的佼佼者，而且他的性格特别的随和。为什么说我气呢？咱们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也单身，我也单身，我跟你就交个普通的女性朋友吗？一提到婚姻，一拖再拖，若即若离，你这不开玩笑的吗？我真的不理解你。我实际上我感觉我说的都很真诚，我就是心里这样想的时候，我才给韩伟这样说。因为我假如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说韩伟我非常爱你，那是我是欺骗他，我欺骗他对韩伟更加伤害，我不想伤害你。这个应该是张慧的朋友是吧？没有。韩先生，我感觉你有点那个操之过急了。刚才你的姐夫也说了，你是个很优秀的人，这一点呢，我也很相信。那个张慧呢？张慧跟您说这人怎么样？如果他要是一般平平的人，张慧也就不会跟你，就是聊天都不可能。更别说和你交往1年多，哎呦，这把你应该感到很荣幸。张慧绝对是个好女孩，她特别单纯。你用女人这词儿好吗？要是36岁当妈的人还用女孩这词，我觉得挺羞辱她的。没有，她还是个女孩是吧？她的清纯的心灵的确是个女孩的表现。行，如果你要是真的对张慧有感觉的话，希望你不要太急。大姐，您知道我多大了吗？如果正像您所说的那个，等到事业有成的时候，恐怕我都退休了。不是事业有成的时候，你还是不了解我说的话啊！你要等到张慧，她的心里给你留出一片天地的时候。对，我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在她的心里没有她的天地，对吧？有她的位置，但是平方米没那么大。我问一下啊，她心里的别墅是谁啊？是空白。张慧，你的那个别墅里面曾经住过别人吗？我心里的别墅是尘封的。明白了吧，韩先生？你要打开他的心门的时候，我看这比打开一地宫还难。我很祝福你，我希望你继续走下去，因为张慧这几年来一直是没对任何人去聊过很多话。您的观点我不太同意，但是您的祝福我接受，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黄金60秒。张慧，我知道我呀，在你眼里呀，也就是那么一个俗人，
可是啊，如果你和我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呀每天都会以我自己最良好的心情，还有曾经那些动人的历史故事，以及我还不错的厨艺，再包括我对你的忠诚，我相信也一样能和你们诗人一样，能够把单调的乏味的生活调剂成有趣味性的。我希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负责任的来做出你的抉择。说句实在话，韩伟，就说咱们在这个相处这1年多的时间吧，我也非常的感谢你，最起码呢，就说是能够讲实话，就说是能够很真诚的来面对这份感情，我呢也很欣赏你，希望就说是你能够不管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能够幸福。没了，两位回吧。来，请关门。来，接下来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是订婚呢，还是分手？来，请表决。76.09%的朋友觉得他们要分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请开门。特别爱他是吧？这个情感确实一时半会儿也割舍不下。但是在此时此刻，绅士也好，大度也好，我觉得是我唯一的选择。挺好的。既然张慧她做了这个决定，我想我们也不会成为仇人，今后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分手，那也好吧，反正也没牵过手和谈分手。祝您早日找到心爱的女人。谢谢，谢谢，这机会。谢谢何老师。看起来好像是跟诗歌结缘，其实大概内心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放开。其实像这样的爱情说清楚了，开开心心的走开，重新开始，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